人类物理学的下一步就是爱因斯坦指出的统一场论，不是量子力学，也不是什么弦论、标准模型。量子力学只是人类对微观粒子实验规律的一种肤浅解释和认知，根本就不是物理学的终极方向。物理学的终极方向就是对运动的理解，人类必须要脱离运动、空间、时间、场、质量、力、电荷、能量、磁场的本质问题。最近有网友叫我给人类最杰出的物理学家排名，要求按对人类贡献的大小来排名，并询问，假如你的统一场论被社会重视，你能够排第几位？人类的幸福生活其实是科技进步带来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激科学家聪明的大脑，开拓性的工作。科学家在没有得到社会承认之前，也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可能显得比较另类，很容易受到人的攻击，对这些搞科学研究的人进行攻击，凸显一些人的无知和愚昧。物理学是一切科学之母，从我的心目中，根据其对人类贡献的大小，对人类的影响力来排名，而不是靠名气排名。我来客观的评选出人类最伟大的前5名物理学家。第1名，双料冠军牛顿，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，整个物理体系大厦的基建创始人。牛顿是毫无悬念最伟大的物理学家，没有之一。因为牛顿的出现，人类开始意识到，原来这个世界的规律是可以摆脱神话、宗教，通过数学方程来精确描述的。牛顿最著名的是物理上创立的牛顿力学，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。有人说万有引力是胡克等人先搞的，万有引力一词就出于胡克之口，但是胡克只是猜测天体间的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，并未给出数学证明，而牛顿则基于这一猜想，通过发明微积分和严密的数学推导，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及行星的椭圆轨道运动。牛顿比胡克强的地方是创造了质量的概念。牛顿将质量理解为物质的量，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，也提到了物体的惯性量。牛顿把质量定义成体积和密度的乘积。牛顿给出物体质量的定义是，物体的质量是物体所含物质的数量。显然，物体的质量不会随着物理位置和运动状态的变化而产生变化，在很大范围内，质量的确是不变的，只是到了相对论才指出质量是可以变化的。牛顿创造了质量概念，并且指出两个星体相互吸引力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，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，从而完成了万有引力公式。为了计算椭圆轨道，处理加速度运动，牛顿发明了流数数，也就是今天的微积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微积分的重要性超过了万有引力。如果没有微积分，不但数学退回到原始状态，整个理论物理将寸步难行。没有微积分，人类现在的工程师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事情。人类的应用领域，大部分的工程技术不复存在。所以说，牛顿是数学、物理当之无愧的双料冠军。牛顿还有2项式定理、3定律、分光镜、颜色、光微粒说、反射望远镜等方面的贡献。牛顿开创了真正在逻辑和数学指导下的物理学体系。牛顿以后，人类才开始真正的从模糊认知进化到精确认知，才开始用数学定性、定量的分析。牛顿通过演绎法、归纳法，推动了科学研究从模糊认知向精确认知的飞跃。第2名，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死死抓住光速不变，从而创立了相对论，不但升级了牛顿力学，还使人类对相对运动、时间、空间、质量、能量、场、电磁等重新认识。但是，相对论是一个半拉子工程，没有指出光速为什么不变，没有指出时间、场、质量、电荷、能量、磁场的本质是什么。另外，我不看好广义相对论。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指出引力场和空间弯曲是对应的，但是没有指出引力场的本质是什么，用处不大。尽管如此，除了牛顿，没有人比爱因斯坦更重要。因为相对论关于运动、时间、空间的突破，对人类极为重要，为人理解下一步的统一场论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。爱因斯坦最关键的是说出了惊世骇俗的话。一个观察者发现了同时发生的2件事情，在另一个相对运动的观察者看来，不是同时的。爱因斯坦是人类首次在时间这个概念上动刀子。人类物理学的下一步就是爱因斯坦指出的统一场论，不是量子力学，也不是什么弦论，
标准模型。量子力学只是人类对微观粒子实验规律的一种肤浅解释和认知，根本就不是物理学的终极方向。物理学的终极方向就是对运动的理解，人类必须要破译运动、空间、时间、场、质量、力、电荷、能量、磁场的本质问题。回避这些本质问题是得不到最终结果的。第3名，苏格兰物理学家麦克斯韦。苏格兰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，闻名世界的是麦克斯韦4个方程，完整的揭示了电磁学的基本规律。其实4个方程只有半个方程是麦克斯韦独立发现的，其余都是别人已经发现的，但这不影响麦克斯韦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。麦克斯韦凭借自己强大的数学处理能力，把这些电磁场规律整合在一起，并且预言了电磁波。8年后被德国人赫兹实验证实。麦克斯韦从小就有数学天赋，15岁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论卵形曲线的论文，让当时的数学家都惊呆了，完全不相信这是一个孩子写出来的。麦克斯韦的主要贡献是把光学、电磁学、电学统一起来。48岁的麦克斯韦患癌症，有人说是肺结核早逝。第4名，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。法拉第出身于一个贫寒的铁匠家庭，正规教育非常有限，但他凭借书店学徒期间的自学和刻苦钻研，成为一位真正自学成才的科学大师。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，这为现代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，是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的重要里程碑。今天大家想一下，没有电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？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法拉第对人类的贡献了。通过实验，法拉第发现了光与磁场的联系，法拉第效应，这为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理论提供了实验支持。他的研究对麦克斯韦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启发。法拉第提出了场的概念，认为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空间中的场传递的，并用力线的形式形象化描述了场。这一思想像水面的波纹一样直观，深刻影响了麦克斯韦及后来的物理学家。此外，法拉第在化学上也有许多贡献，例如发现苯，首次液化几种气体，研究电解现象并提出法拉第电解定律。他的成就横跨物理与化学2大领域，堪称科学史上的巨人。第5名，伽利略。伽利略·伽利雷是意大利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和工程师。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创始人伽利略被广泛称为观测天文学之父、现代物理学之父、科学方法之父、现代科学之父。伽利略研究了速度和加速度、重力和自由落体、相对运动论、惯性、弹丸运动原理，并从事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，描述了氦的性质和静水平衡，发明了早期的温度计和各种军事罗盘，并使用于天体科学观测的望远镜。他对观测天文学的贡献包括使用望远镜对金星相位的确认，发现木星的4颗最大卫星、土星环的观测和太阳黑子的分析。伽利略是人类物理学的开山鼻祖，物理学的真正创始人。伽利略是人类摆脱神学、宗教束缚，开创科学研究的关键人物。伽利略贡献最大的是初步发现了惯性定律。伽利略用数学描述运动，用实验研究物理，给后人很大的影响。伽利略的很多思想、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物理学家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深受伽利略的影响。伽利略令人震惊的是提出类似的想法：我们五官感觉到的世界的存在是虚假的，真实存在的是背后的几何世界，这是统一场论的基本原理。除了以上5位著名的物理学家，像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、普朗克，量子力学波动方程建立者薛定谔，电磁学中关键人物安培、卡文迪许、库伦，发现电流磁效应的奥斯特，洛伦茨变换发明者洛伦茨，量子力学创始人维尔纳海森堡，原子核发现者欧内斯特卢瑟福等等。以上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对人类做出贡献的物理学家。